你也有这样子的鼻子的困扰吗？你会觉得自己的鼻子很宽很厚重，觉得太大的感觉吗？这样子宽大的鼻子真的只要做缩鼻翼手术就够了吗？那今天就让我们来聊一聊什么叫做鼻翼基底拉提手术吧。有疑问找医师，没疑问找知识，欢迎来到樊登诊疗室，我是林彦斌医师。前一阵子在小红书上面看到了一个很厉害的教人家化妆的影片，那你提到了一个大家蛮困扰的问题，就是大鼻翼、大鼻孔，怎样用化妆的方式去弱化鼻翼的存在。那其实这个地方是很多人的困扰，就是在45度角或是正面的时候，总觉得这一块特别的肥厚，特别的厚重。那他尝试用化妆的方式来减少这个地方的存在。那我看了一下，确实效果很好，但感觉应该是修图啊，不然如果每个人都可以靠修图，那就不需要医师的手术了。那其实有鼻翼宽大问题，在意鼻翼的人真的还不少，但是有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真的问题出在哪里。也有看到一些人在 D 卡上面发文说，他觉得自己的鼻子好宽，这样才叫朝天鼻。那其实鼻子没有太短，鼻孔没有太露，但是他确实有鼻翼过宽跟我们所谓的鼻翼下坠的问题，所以才会让他觉得自己的鼻子很宽，那这个地方很厚重。所以很多人开始会去寻找说，那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？那大部分提到正面的形态问题，都会提到一个叫海鸥线。那海鸥线其实主要是讲鼻头跟这个转折区，还有鼻孔包覆的问题。那当然我们在处理鼻翼的形态的时候，要合并考虑到整个鼻头的形态。确实，一个理想的海鸥线搭配这个理想的鼻翼的位置，才会是一个好的正面的形态。那当然宽度之前有讨论过，我们有一个理想的比例会是一个好的宽度。那正常的相对关系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，它除了有一个漂亮的鼻头海鸥的形状之外，它的鼻翼的位置也要稍微的比鼻小柱的基底稍微高一点，才不会有这种下坠厚重的感觉。什么时候会需要鼻翼基底拉提的手术呢？当你的鼻子长度是标准的，鼻小柱的位置是正常的时候，但你的鼻翼还是低过了鼻小柱的基底位置，或是侧面的时候挡住了鼻小柱的皮肤，那这个时候会有一种鼻翼的组织太多，尤其下面这一块太多，那很显眼，在脸上拍照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厚重，那这叫做真性的鼻翼下坠，那就会需要鼻翼基底拉提的手术来改善这个状况。那如果是一种叫做假性的鼻翼下坠，是因为鼻子太短，鼻中隔发育比较不好造成的相对的鼻翼的位置比较低，这种状况就是单纯的把鼻中隔延长，把鼻小柱基底往下推，就可以有很好的结果。最后一种类型其实就是合并，它真的是短鼻又有鼻翼的位置太下坠，那就是同时要延长鼻中隔，也要把这个鼻翼的基底往上提，才能够把这样的往上缩下坠的感觉，把它逆转回来，变成是鼻头比较出来，鼻翼比较上去的这样子一个2度朝下的箭头。简单的来说，到底哪些人会适合做鼻翼基底拉提的手术呢？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觉得自己鼻翼很宽很厚重的人，那尤其是45度角这边就是多一块肉，多一块组织，拍照怎么样都不秀气，那这样子的人最适合。那有些人是做完缩鼻还是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，那或许真的就是刚刚提的这个鼻翼鼻小柱相对位置不好，那也会有可能会需要这样子的手术哦。看完今天的影片，你觉得你也有鼻翼下坠的困扰吗？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或者想知道相关的主题，都欢迎在底下留言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别忘记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樊登诊疗室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过去比较常提出来的是内开的方式，如果你只靠黏膜、靠里面的缝线，随着时间它回来的机会真的比较大，那改善可能比较无感。那改良的方式，手术的恢复期、手术的价格大概是多少？